凯特，过年这阵子吃的我肥滋滋的，非但以前的5公斤没减掉，还增加了1-2公斤。怎么样？来点激烈的，看是要生酮还是杜肯饮食，做个短期减重，这样我就不用吃难吃的燕麦啦。那可不行，你忘了我们先前讲过，杜肯饮食会造成肾脏负担，尤其是第1阶段的全蛋白，而生酮饮食糖类摄取太少，初期会让你肌肉无力，减少活动量。你这种年纪运动非常重要，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就算年轻力壮，试试以动物性蛋白为主的杜肯或生酮饮食，短期虽然会很快达到减重的目的，但长期食用还是有其风险。美国柳叶刀杂志2018年刊载一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资助，由多位医学博士联手针对15428位45岁到56岁的成年人研究他们饮食比例，追踪25年，发现碳水化合物摄取量和死亡率呈现 U 型关系。当糖类摄取量在50至55%的时候，风险最少。反之，糖类摄取量如果低于 40% 或高于 70% 的死亡风险就会大幅提高，除非将取代碳水化合物的热量由植物性蛋白和脂肪取代，曲线才能够逆转。所以就算是年轻人想要快速减肥，实施生酮饮食之类的高蛋白高油脂减肥法，还是该把取代碳水化合物的热量由植物性的蛋白质或脂肪取代比较安全。而我们这种有点年纪的人，最好依然是实施糖类占比 50% 左右的均衡饮食比较保险，不但可以保护肾脏，还可以确保活动力的持续充足。现在很多人视糖类食物为洪水猛兽，碰都不敢碰，其实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淀粉食物占比50至55% 左右的均衡饮食，还是比淀粉食物占比40% 以下的高动物性蛋白或油脂的饮食安全很多呢。那你是说我还是可以安心地吃白饭跟萝卜糕吗？萝卜糕要油煎就免啦，里面所含的米浆淀粉会使血糖飙高，让胰岛素急升，就会命令脂肪细胞拼命抓取，使萝卜糕又油又香的三酸甘油脂形成热量炸弹。所以你过年这一阵子胖这么多，萝卜糕可是贡献不少呢。我还以为萝卜糕萝卜很多，纤维比较多啊。那你就忽略煎它的油啦，那可真是越油越恰越好吃呢。所以想要减肥就一定要搞清楚哪些淀粉类食物要忌口，不是不能吃，而是吃了之后要去运动，消耗掉这些热量，不要让这些热量赖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造成肥胖的第2号战犯就是油电混合物。什么？油电混合物？我还油电混合车嘞。油电混合车比较环保，但油电混合物是淀粉的电，对身体而言可一点都不环保。所谓油电混合物大多由精致淀粉所制成，像你爱吃的炒饭、油条、煎萝卜糕、面包、薯条这类的食物都是油电混合物。它们多是精致淀粉制作或烹调而成，而如同大家所知，精致淀粉升糖指数多半很高，会使血糖剧升，胰岛素随之飙升，飙升的胰岛素就会促进脂肪细胞抓取血液中的脂肪酸和甘油，并合成脂肪。如果你所吃的淀粉恰恰是油脂烹调或一起制作的油电混合物，那么你在消化吸收淀粉的同时，身体血液里面也会布满乳糜微粒水解后的脂肪酸和甘油，就刚好有充足的胰岛素来促进吸收及合成脂肪。所以油电混合物是热量炸弹，最好少吃。如果减重期间一定要吃，吃完就要去运动，消耗掉这些热量，否则它就会赖着你不走啦。原来我越爱他们，他们就越爱我，这也是人之常情嘛。还相亲相爱嘞，他们赖着你可会害死你耶，才不像有的人处处为你把关。干嘛说自己是有的人？我听你的话就是了。对了，你说油电混合物是第2号战犯，那头号战犯是谁？当然是那些精制糖所做的各种甜品跟饮料啊，像年轻人最爱的手摇饮、蛋糕那些。我们在讨论瘦素抵抗那一集就提到过，瘦素之所以会抵抗，就是吃了太多的精制糖，糖类片段会降低瘦素的活性，导致瘦素抵抗，让人体无法感知人体的备存能量脂肪太高，还拼命想吃东西，这就是造成肥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我们吃这些小蛋糕，喝这些含糖饮料，
根本不会有什么饱足感。像一杯波霸奶茶的热量居然快相当于一个鸡腿便当，因此随便喝一杯，生活中就很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这当然是造成肥胖的头号战犯，想都不用想。糖类中不可再分解的单糖，像葡萄糖、果糖这些是存在蔬菜水果里面的单糖，以及由2个糖分子所组成的像蔗糖、乳糖之类主要存在甘蔗、甜菜、牛奶的双糖，原本都是人体所需的能量来源，但如果提炼成精制糖拿来做糕饼、甜点或饮料，就容易导致摄取过量，伤害身体的能量平衡，造成肥胖。所以减肥第一要务就是戒糖，戒米字旁的这个糖，也就是有甜味的精致食品或饮料，它们添加了糖类里面的单糖或双糖的精制品，提供甜味，启动了大脑的奖励通道，而甜类味蕾直接连接大脑的愉悦区，刺激大脑分泌快乐荷尔蒙多巴胺，让我们因为吃甜食感觉快感，继而上瘾，忍不住一口接一口，无法停止。糖类上瘾这部分的内容很多，我们以后会再做一集影片说明。所以红豆面包就是我的瘾咯。既然是瘾，要戒可不容易啊，尤其是我们重感情的巨蟹座。还好我只有这个瘾，饮料那些我现在是碰都不碰。那么我爱吃的白饭好像还不在战饭中，所以你赞成我继续吃白饭咯？我从来没有反对你吃白饭啊，你不是晚餐都有吃白饭？白饭和面条这些多糖类的食物是由多个单糖所串接而成的聚合型有机物，我们称为淀粉类食物。虽然也是精致淀粉，但只要吃的时候能够单独吃，还是勉强过关的。有的医生或营养师会建议一餐之中先吃蛋白质和蔬菜，最后再吃饭。先吃蛋白质，根据研究显示，蛋白质会刺激升糖素去分解脂肪，同时还会刺激饱腹激素肽 YY， 提前达到饱足感，避免过度进食。另外就是让血液中的胰岛素慢一点升上去，也有平稳血糖、减少饥饿感的效果哦。像2018年日本金泽大学研究团队就曾经做了一个更替糖类食物顺序可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波动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蔬菜和肉类之后最后摄取碳水化合物，可以防止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波动。另外，烹煮肉类和蔬菜的油脂没有淀粉的加持，血液中的胰岛素就不会高到拼命去命令脂肪细胞抓取脂肪酸和甘油来合成脂肪。等到蛋白质及蔬菜都吃完之后，再慢慢的享受一碗单纯的白米饭，这时候血糖虽然会升上来，但是已经跟脂肪食物拉开一段距离，所以只要改变饮食顺序，也会有利减肥哦。真的这么简单？那我也要试看看。不过你如果还想再瘦一点，是该降低精致淀粉的摄取量，因为精致淀粉容易让血糖飙高并快速下降，这会导致血糖不稳定，让人提早感到饥饿，你就会忍不住想要偷吃零食。所谓精致淀粉是指除去外壳、麸皮和胚芽等部分的淀粉，像白米、面粉这些，以及它们制成的食品，例如面条、面包、萝卜糕、粽子。后面3个油淀混合物你最近最好都不要碰。我们中午原本就吃燕麦，晚上我会选几餐用原型淀粉类食物替代，例如糙米、玉蜀黍、地瓜、马铃薯这些，去替代一些白米、面粉、面条等的精致淀粉，不但能够增加你的饱足感，还能够提高膳食纤维。膳食纤维非常重要，内容也很多，以后我们再做影片深入说明。另外，要替换成原型淀粉的关键因素是，这些原型食物啊，它还保留了更多的营养哦。像糙米，它未去除的胚芽或麸皮当中富含维生素 B 群、镁、锌、铁等多种营养，所以用原型淀粉替代精致淀粉，可以让我们摄取更多的营养哦。这我可以接受，不过我至少隔天就要吃到白米饭。你知道的，我从小吃到大，没办法离开它们太久。好啦，没问题。而糖类，不管是淀粉还是精制糖，吸收到人体里面会先被消化分解成最简单的单糖，也就是葡萄糖。葡萄糖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可以直接被利用，尤其是在人类做高强度运动的时候，是最有效的能量提供者，同时也是大脑跟红血球运作的主要动能。它们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以备不时之需。但如果糖类摄取过多，就会在肝脏细胞中或是一
些肌肉细胞里，透过脂质新生的步骤，经由乙烯辅酶 A 转变成脂肪储存起来，这就变成你所痛恨的肥肉了。所以不管是精致淀粉还是原型淀粉，绝对都不能够过量。因此你就干脆戒掉红豆面包，也不要再随便吃其他的油淀混合物，这才是最实在最持久的瘦身大计，你知道吗？问题是我失去了多巴胺，到底该怎么办呢？